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大家有没有发现，全球制造业与供应链的底层地操，正因为一场在荧幕前召开的线上会议，发生了历史性的大板块断裂。当多数人还在关心亚洲工厂的产能扩张，以为北美自由贸易区能永远高枕无忧时，美国政府却在美墨加协定，也就是 USMCA 迎来协定发行第6年的关键时刻，投下了一颗震撼全球供应链的深水炸弹。美国贸易代表葛利亚明确表示，现行制度下，美国正式否决了将协定自动延长16年的提案，取而代之的是强推极具压迫感的每年审查新常态，逼迫墨西哥与加拿大必须在贸易逆差和原产地规则上做出妥协。这项看似突然的强硬决定，背后究竟隐藏着美方联手围堵中国企业启动墨西哥 Plan B 绕道出口，防范301条款关税失灵的什么惊人战略？这场北美一体化秩序的裂变，又会如何逼着各大跨国车厂吞下暴增的制造业成本？今天我们带你快速拆解。野村指出，在美墨加3国召开的可原级会议中，美国正式表明了现行条款下不予延长 USMCA 的强硬立场。这意味着协定将无法按计划自动延长至2042年，而是维持原本的2036年失效期限，并被迫进入1年1审的动态拉锯战。野村的核心观点是，美国此举本质上是一次极具地缘政治目的的规则重塑。美方的核心考量是，为了消除对墨西哥与加拿大的高额贸易赤字，更要防堵中资在墨西哥建厂，试图以北美原产地身份规避301条款的后门通道。在这种强悍的威慑框架下，北美制造业将被迫面临成本上升、规则不确定的阵痛期。此时，任何预期北美供应链能维持低成本运转的看法，显然是低估了美国地缘安全优先于自由贸易的防卫决心。我们来细细拆解野村做出这项冷静判断的底层数据与地缘逻辑。首先是自动延长16年告吹与1年1审的动态枷锁。美国正式否决了将 USMCA 自动延长16年的提案，改采每年评估的年度审查来消除贸易赤字。华瑞认为，这主动拆除了长期稳定的贸易安全网，将不确定性化作悬在墨加2国头上的枷锁。美国能随时以2036年协定失效为威胁进行政策干预。其次是关税 Plan B 防线与301条款的防堵战略。美方极力防堵中国企业将墨西哥作为绕道出口美国、规避301条款关税的 Plan B 通道。华瑞认为，强推年审将逼迫墨西哥建立中资审查联防机制，彻底斩断含有中国关键供应链成分的货物通过墨西哥洗产地套利的可能。接着是汽车原产地规则强化引发的制造业成本激增。美国强力要求收紧汽车及其零组件的原产地价值比例。华瑞认为，这将强制车厂将全球采购转回高人工、高物价的北美本地，直接导致底层物流、原料和合规成本全面暴增，迫使制造业的成本结构进行重组。最后是加拿大与中国关系微妙变化下的美加墨角力。针对近期加拿大与中国关系和缓的迹象，美方迅速在 USMCA 架构内施压。华瑞认为，美国借由否决延长协定与每年见面审查，强制要求加拿大在对华关税和产业准入上与美方保持绝对一致，不允许北美安全同盟出现裂痕。在这份报告中，华瑞认为，市场忽视了协定名义有效与实质不确定性上升的关键认知差。大众看到协定在2036年前依然有效，就误以为制造业景气度不变，却忽视了每年审查将严重压抑跨国企业未来5至10年的长期资本支出，导致北美实体投资与购工需求出现隐形失速。面对北美贸易3国制秩序裂变与制造业成本激增的新格局，投资人该如何调整思维？华瑞认为，应关注2个核心观察维度。第一，规避在墨西哥高度暴险且高度依赖零关税出口美国的中低端零组件企业，防范原产地规则收紧带来的非线性关税与合规风险。第二，向具备本土采购控制与垂直整合能力的北美本土制造龙头倾斜，并将 USMCA 年度审查进度与自制率升幅作为估值重塑的领先指标。总结来说，否决延长16年并防堵中资 Plan B 的强硬导向，证实了全球供应链正朝着安全优先的方向痛苦重组。看清规则变动背后的制造成本激增与地缘联防，才能在动荡的全球版图中做好最稳健的配置。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或应随时与我们联络。